小璇啊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刚才看你魂不守舍的，是不是想我了？王经理，请你出去！楚璇，你敢打我？给脸不要脸是吧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滚蛋？打的就是你这种人渣！不用你干，我不干了。什么辞职？出面不就是摸了你几下吗？至于吗？摸几下？他都把我堵在厕所里拽我了，你管这叫摸几下？你也不是18岁的黄花大闺女了，装这么纯干嘛？职场不就这样吗？你就不能忍忍？好消息呢，是又找到新工作了。好消息是，我好像突然看清你了。楚璇，你性子怎么总这么冲动？你不是不知道家里的情况，工作不好找，咱们还欠着房贷，不就摸几下吗？至于辞职吗？摸几下？林凯，你管这叫摸几下？上次酒局，他故意蹭我的手肘汇报工作，他从背后贴上来，我躲开了。今天他直接堵在女厕所里，拽着我的手腕往怀里拉。要是我没拼命挣扎，你老婆早就被别的男人占尽便宜了。你看，我挣扎的时候指甲都抠破了。可你现在不是好好站在这儿吗？他无非就是过手瘾，摸几下罢了。犯得着为这事儿辞职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工作多难找？你一个月8000块，房贷谁还？我养你吗？你也不照照镜子，你都35了，哪个公司还要你？王经理摸你那是看得起你，你以为你还是小姑娘啊？我告诉你，就你这姿色，人家王经理摸你都是你的福气，别不知好歹。每次被老王欺负，我哭着跟林凯哭诉时，他总会拍着我的背柔声安慰：“老婆，我们不干了，老公养得起你。”那些画面和眼前这张冷漠的脸重叠在一起，让我觉得无比陌生。林凯，你之前说的那些话都是骗我的吧？你压根就不想让我辞职，从来也没想过真的养我，对吗？楚璇，话别说这么难听，用骗这个字不恰当。我说养你肯定是真心的，但是你也要考虑实际情况啊。我也没说不去找工作，你至于这么急吗？工作那么多，我再找就是了，又不是只有这一家公司。每月2万，你上哪去找工资这么高的工作？你以为找工作和买菜一样简单吗？所以呢，你想我怎么样？所以你去求求王经理，让他收回你的离职申请。我要是不回去，那我们就……爸爸妈妈，我们回来了。慢点，慢点，鞋还没脱完呢。小璇，这是怎么了？小璇，你嫁到我们家就是我闺女。女人这辈子不容易，生儿育女，操持一辈子。所以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，林凯让你伤心就是他的错。林凯，你个王八犊子！小璇每天工作够累了，你不把饭菜做好，让她吃口热乎的，还惹她委屈成这样。楚璇辞职了。什么？辞职了？是我辞职了。因为我上次竟然趁卫生间没人闯进来对我动手动脚，幸亏我奋力挣扎，不然我就……我没说谎。今天发现中了800万后，我兴奋的不能自己，手足无措，整个人处于疯狂的状态。怕同事看出异样，我想着去卫生间洗把脸，平复下激动的情绪。谁能想到，秃头老王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敢进来对我图谋不轨。楚璇，不是妈说你太冲动了，这点事儿也犯不上辞职啊！你可不能辞职啊！我本以为婆婆听完这些，会站在女人的角度更心疼我，可我能清晰感觉到，她搭在我肩上的手正慢慢垂下去。小璇，妈的意思是你别太把这事儿放心上，你平时多加点小心，躲着她点儿，难不成她还能真的强来？这种事儿啊，全靠自己把持。妈相信你的人品，你肯定能守得住。这就对了嘛，多大点事儿！明天你好好跟王经理道个歉，实在不行就送点礼，咱们还回去上班。楚璇，你这笑是什么意思？你这是对我妈什么态度？她说错了吗？就算是死，也绝不会回去上班。奶奶，我妈妈是怎么了？你妈啊，赚不来钱了呗。我楚璇不上班赚钱，就连一口饭都不配吃了。贝贝呢？一下午没听见动静，在房间里玩变形金刚吧。他妈把自己关屋里，他也不去看看。看什么看？他不上班赚钱，还想让人哄着。林凯和婆婆的手机短视频声开得震天响。脱离职场没了所有家务，在老婆婆眼里也不过是个吃闲饭。老娘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，最好乖乖的，不然这钱今后你们别想花到1分。等等，这不正是试探他们的最好机会吗？我倒要看看，我不回去上班，不做那个摇钱树，他们到底能对我做出什么事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被客厅的嘈杂声吵醒。推开门一看，爸妈竟全都坐在沙发上，二人面色凝重，满脸愁容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楚璇，你都30岁的人了，行事怎么还这般意气用事？是啊，好好的高薪工作，说说就辞，你半点都不为家里人考虑吗？你还是跟我们回去吧。我万万没想到，为了逼我回去上班，他竟特意请来我爸妈出面施压。爸妈，我既然选择辞职，自然有自己的考量与规划。
你们别只听林凯的一面之词。哪来的歪理？你就是太过自私，只顾自己舒心，全然不顾家里的难处。不管你有什么借口，今天必须回去复工。原来你们急着逼我复工，从来不是真心担心我的前途，只是怕我失业断了收入，没法再继续补贴你们宝贝儿子的生活罢了。我不回。你不回去上班，你弟弟明年怎么结婚？彩礼、婚房、首付哪一样不需要花钱？爸妈，你们看，我早就劝过他，可他根本听不进去。我原本还打算明年小叔子结婚，要是我们手头宽裕，就多帮衬一些。可楚训这一辞职，别说补贴娘家，我们自己的日子都要过得捉襟见肘，怕是1分钱也拿不出来。楚璇，你现在就去洗漱换衣服，我们陪你一起去公司，亲自跟领导道歉认错。爸妈，你们都不问我为何辞职吗？就是这个领导，他对我耍流氓。昨天我要不是奋力反抗，不一定发生什么事儿呢。你从小到大就是这样，遇事只会往外推缩，不知道好好反省自己吗？够了，你们到底还是不是我的家人？这份工作，我说什么都不会回去，除非我死。反了你了，长本事了是不是？敢用死来威胁老子？楚璇，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，你今天要是执意不肯回去上班，从今往后再也别踏进我楚家的大门，就当没你这个女儿。你不回去上班，你弟弟明年怎么结婚？彩礼、婚房、首付哪一样不需要花钱？我们林家也不会白白养着闲人。那你呢？你也是这么想的？觉得我好吃懒做是个闲人？你非要固执己见不肯复工，就别怪我无情。总不能所有生活重担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。家里各处开销本就不小，你反倒辞职在家清闲点。可你要是非要一意孤行，那我们就离婚。凭我这点工资，实在养不起只想在家享福的你。我望着眼前一张张冷漠自私的脸，瞬间心如死。我不过是辞掉一份工作，又不是身患重疾。日后我若是生病急需用钱，这群人怕是要联手把我抬出去扔了。是不是你公司领导打来的，催你回去上班？恭喜你啊！你这次中了800万奖金，需要带上中奖彩票、本人身份证和1类银行卡去省级彩票中心办理兑奖，个税扣除20%。这群骗子，全都去死！给老子死！真把我们当傻子骗吗？现在的骗子真是无孔不入，诈骗花样层出不穷。楚璇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别贪小便宜，乱注册软件，薅乱七八糟的羊毛，那些东西就是套取个人信息的，专门盯着爱占便宜的人下手，到处行骗。真是上不了台面。要是被人骗了钱，别指望娘家给你擦屁股。没本事的女人就爱搞这些虚头巴脑的，还不如多挣点钱给你弟弟凑首付。还好林凯自作聪明打断了对方，没被发现。楚璇，你想好了没有？要么回去上班，要么离婚，你自己选。房子、车子全都在我名下，跟你没有半点关系。2个人的存款本就所剩无几，就算分割你也拿不到多少。至于孩子的抚养权，那必然是归我。凭什么？房贷我每月都在共同偿还，车子的首付当初也是我出的钱，孩子是我10月怀胎辛苦生下，从小到大也是我一手拉扯长大，凭什么抚养权不归我？你还好意思问凭什么？就凭你现在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抚养权你争不起。爸爸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方才娘家与婆家的双重施压和刻薄都没能压垮我，可亲生儿子这番稚嫩又残忍的话，却彻底击碎了我。我颓然瘫坐在沙发上，只觉得自己荒唐又可笑。我拼尽全力维系的亲情、婚姻，用心孕育抚养的孩子，到头来全都将我弃如蝼蚁。凭什么孩子归你们？房贷凭什么全都算你的？林凯，你算盘打得也太响了！想白白挣便宜，一脚把人踹开，简直不要脸！把孩子还给我！这是我们林家的孙子，理所应当留在林家。想要孩子的抚养权可以，但是必须赔偿我们20万，当做我女儿的生育损耗和青春补偿。要30万吧，刚好够咱儿子结婚用，直接要30万。30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想要离婚，还要抢走孩子抚养权，就拿30万来换。够了，你们别再吵了！我得了胃癌，没多少日子可活了。前些日子我一直胃不舒服，就去做了检查，医生说情况很不好，大概率是胃癌。我之所以突然辞职，就是想回家安心养病，之前一直瞒着，只是不想让你们担心。这是真的？医生说8、9不离10，让我去大医院复查确诊，但我心里清楚，
多半就是结果内容，查不查都无所谓了，还浪费钱。其实只要林凯认真细看诊断内容，就能发现上面清清楚楚写的只是胃溃疡，专业的医学术语晦涩难懂，他根本无心细看。又或许他打从心底里只扫了几行字，就先入为主信了我的话。也是，没人会拿自己的性命重病开玩笑，可我会。若是不用这种极端办法，根本挣脱不开他们的步步紧逼。就算最后真的走到离婚那一步，这群人也定会层层盘剥，狠狠扒掉我一层皮才肯罢休。这个疑似胃癌。上周我的确因为胃疼去做了胃镜，当时坐诊的是实习医生，经验不足。对方粗略看了一眼，就含糊说疑似胃癌，吓得我当场浑身发软。好在后续复诊确认，不过是普通胃溃疡，只需要好好调养饮食，按时休养就能痊愈。当初我还傻傻想着没必要告诉家人，让他们跟着我操心担忧。现在回想，只觉得自己无比可笑。好在是早期，没发展到晚期，还有治疗的机会。林凯，我们方才吵着要离婚，可婚还没离，夫妻一场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觉得我该不该治？璇璇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傻？生了这么大的病也不说一声。你到底还把不把我们当一家人？你的命都是我们给的，这么大的事怎么能独自瞒着？若是早早告诉你们，你们会出钱给我治病吗？爸妈，这是我留给所有人最后的机会，我只想亲眼看看，在生死关头，这些朝夕相处的亲人，心底到底还残留半分良知与情分没有？楚璇，不是我们舍不得给你治，实在是家里手头没多钱了。贝贝还小，往后花钱的地方数都数不清。贝贝是林家唯一的孙子，将来要娶妻买房、筹备彩礼，处处都要大笔开销。但凡家里有余钱，我绝不会不管你。可你也清楚家里的境况，况且这病未必能治好。真要是倾尽所有去治，最后人财两空，得不偿失，又何苦呢？闺女，楚璇，你一向懂事，好好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？那你们呢？你们也觉得我不该治病吗？好，那我不治了。这句话落地的瞬间，我彻底心如寒灰。其实我早该预料到答案，可当这些话真从他们嘴里释出，我的心口还是一阵阵抽痛。林凯，我们离婚吧。他望着我的眼神，竟藏着几分惬意与疏离，这眼神让我也彻底心死。他今年7岁了，什么都懂得了，这是他的选择，我尊重。林凯，孩子抚养权归你，我如今这般处境也不会和你争抢。离婚，我有条件。放心，我不跟你要钱。什么条件？这些年我为这个家付出多少，补贴多少，你心里一清二楚。但那些我全都不要了，就当一次性抵够孩子往后所有的抚养费。林凯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尽快办离婚手续，从此两清，互不干涉。那些本该属于我的钱，就当我提前结清抚养费了。今后无论谁发家致富，都与对方无关。楚璇，是你执意要离婚的，可不是我怕你拖累我。我原本打算送你到最后一场的。我爸妈听说我什么都不要，气得说不出话，最后直接摔门离开，全然忘了我还生着病。这20万和我中奖的800万比起来，根本不值一提。彩票兑奖日期只有60天，我等不起，我还不如就此一次性抵扣结清。离婚协议是我委托律师拟定的。林凯看见房产、车子、孩子抚养权全都归他，当即迫不及待签了字，丝毫没有留意协议后几页那几行不起眼的条款。双方确认，婚姻存续期间各自自行购买的理财、彩票、股票及其他偶然所得均为个人财产，与另一方无关。楚璇，今后的路你只能一个人走了，照顾好自己。在他眼里，我不过是一个时日无多的将死之人。我没有理会，利落转身。你还有脸回来？姐姐，你回来了，一起吃饭吧。这也是我的家，我为什么不能回来？嫁过去这么多年，辛苦操劳，生了孩子，还帮衬着男方买房买车，我们娘家半点好处都没占到。现在离婚了，你拎着一个破箱子就回来，把这里当成什么地方了？半点好处没占到。当初买这套房子，我明明出我一半的房。楚璇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还揪着房子不放是吗？房子是我婚前攒下的积蓄，一分一分挣来的。那又怎么样？爸妈养你一场，你就该当做报答。这房子爸妈想给谁，可就和你没关系了。阿璇，你弟弟要结婚买房，这套房子本来就是留给他的。
争这些身外之物有什么用？不如大方一点，给家里留点情面，这样日后我们全家想起你，也能留个念想啊。你这个净身出户的窝囊废，在婆家待不下去被赶出来，反倒回娘家耀武扬威。楚玄，我们生你养你，这本就是你该尽的本分。我们还没跟你要养老钱呢，这套房子就当是你抵给我们的赡养费，你最好乖乖答应，不然我们就起诉你拒不赡养。没错，妈说的对，打官司耗半年1年都正常，不如安分一点，就当报答爸妈的养育之恩。我可以放弃索要当初买房的出资款，这笔钱当做你们往后半生的赡养费，但你们同意和我断绝关系，签下书面字据吗？同意，我们同意。手续很快办完，公证盖章，从此两清。母女一场，养育之恩你今生还不完，我们不怪你。剩下的日子好好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想吃什么想去哪里都随心，也算不枉来这世间一趟。我妈塞盖给我500块，话里话外无非让我别死在家里，我坦然收下，不要白不要，再少也是钱。至此，所有千变与麻烦尽数了结。楚玄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住这里。你怎么不回娘家，反倒住酒店？也是，你家里人看你如今这般，砸不出半点好处，早就巴不得和你划清界限。更何况你现在这副样子，他们都怕被你拖累。林凯，你又是什么好人？你和他们本就是一路人，谁也别说谁。楚玄，离婚是你提的，都不是我。我是没钱给你治病，也打算好好送你最后一场。现在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林哥，怎么站在门外不进来呀？这不是你前妻姐吗？命还挺硬，居然还活着。就算你没几天能活了，也不这么邋遢。难怪林哥。楚玄，我们已经离婚，我和谁在一起，轮不到你插手，管好你自己就行。好好吃喝玩了吧，剩下的时日不多了。这女的我认识，是林凯公司的会计主管，有老公，老公就是林凯公司的总经理。明天还有一场采访，我资助10名贫困学生的事打动了当地，特地筹办了一场感恩答谢会，而举办的场地正是林凯所在的公司。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采访的主要嘉宾楚玄小姐。楚玄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怎么穿成了这样？小林，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爱心捐助者，也是本次答谢会的主角。怎么可能？就他？爱心捐助者？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他哪有钱啊？这位一定就是楚女士吧？久仰久仰，由衷感谢您慷慨出资100万，为10名贫困学子撑起求学之路。100万？搞错了吧？是啊，楚小姐心慈人善，买彩票中了800万后，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捐助我们学校的贫困生，实在令人感动。楚小姐，请上台吧，大家都等着采访你呢。我在台上讲述中彩票的心情，当我得知自己中了大奖时，我激动万分。我深知这笔钱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，因此我决定用这笔钱来帮助那些贫困的学子们。楚玄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中了800万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刚打听清楚，你收奖日期还在我们离婚之前，这800万理应我的一半。你的一半？林凯，你脸皮怎么这么厚？彩票是你婚内买的，中奖也在离婚前，法律上这就是夫妻共同财产，必须分我一半，少1分我就起诉你。离婚协议书白纸黑字，是你亲手签字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。婚姻存续期间，个人购买的彩票、理财、偶然所得均归个人所有，双方自愿放弃分割与追诉权。也难怪你不知道，当时你心急如焚，眼里只有房子、车子和孩子，认定我是时日无多的累赘，连后面的条款都懒得看。现在想反悔，晚了。你早就算计好的，故意瞒着中奖的事，你太心机了。反正你也活不了多久，等你不在了，我就以孩子名义起诉，到时候这笔钱照样是我们林家的。楚玄，有本事你就全都捐了！你故意骗我，你没生病，根本死不了。林凯，我逗你的，姐健康得很，我就是想趁机看看你到底还有没有一丝良心。当初你但凡对我有半头心软，如今坐在这辆车主驾驶上的人也不会是我。死肯定是要死的，但你起码还要再等几十年。我中800万是我自己的运气，跟你没有半点关系。要怪就怪你自己福薄，接不住这份福气。婚是你执意要离，字也是你亲手签的，给自己留一点体面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夫妻一场，你不能这么绝情。还有孩子，你这么做，难道就不怕孩子记恨你，再也不认你这个妈了？当初是他自己扑进你怀里，亲口说不要我，是你们一家人，从小给他灌输金钱至上的观念，抚养权归你，我也已经一次性抵购完所有抚养费。
从此两不相欠。我不亏欠孩子，更不亏欠你们林家分毫。楚轩，你真狠，这都是你的计谋。你信不信我起诉你，再把你的行为曝光到网上，让你身败名裂？到时候你有这几百万又能如何？不过是人人唾弃的婊子。林凯，如果你那位会计情人她老公知道你们的事，你觉得你这份工作还保得住吗？到时候咱俩谁是婊子还不一定呢。你别乱来！我不会主动惹事，安分守己过你的日子，我们从此陌路。你要是敢纠缠不休，起诉闹事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身败名裂，丢掉工作，闹得人尽皆知。回到酒店，我发现爸妈还有弟弟正蹲守在酒店楼下，除了林凯在这里见过我，再无人知晓我住在这里。果然，林凯这么快就按耐不住了，竟和他们联起手来对付我。闺女，想吃什么？回家妈给你做。闺女，爸那天说话重了，爸错了。这几天爸惦记你，都睡不着觉。姐，我们不能没有你啊！直接说吧，来做什么？你弟弟婚期定在3个月后，但是彩礼和办酒席的钱还差点，你帮衬着点呗。哎呦妈，我都快死的人了，哪有钱啊？放屁！你压根就没生病，还中了800万。林凯，你们不是一向不和吗？这功夫倒情深起来，消息传的倒是挺快。我不管，你中了那么多钱，我们不多要，就100万。凭什么给你？就凭我生你养你，你就得给，不然我们就去告你。该给你们的我已经给过了，咱们之间早就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要是非要去起诉，那随便你。楚璇，你等着，这笔钱你不给我们，我们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别以为你中了钱就能为所欲为，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不得已。回到酒店，我决定化被动为主动。我把之前保存的监控视频剪辑成完整片段，直接发布了视频。没想到一夜之间我彻底火了，一觉醒来，账号涨到10几万粉丝，视频浏览量逼近1000万，大部分网友都在为我抱不平。那我们就离婚。林凯，你被停职了，酒店正在接受调查，你暂时不用来上班。经理，这视频是恶意剪辑的，您听我解释，我跟了他8年。签吧。爸妈和楚璇躲在家里不敢出门，出门就被人指指点点，往日里嚣张跋扈的气焰彻底消失殆尽。楚璇，算我求你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前是我鬼迷心窍，不该那样对你。你现在有钱了，能不能帮帮我？就算不分开奖金，借我一笔钱周转也行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。小璇，看在贝贝的份上，你就帮帮我们吧，孩子不能跟着我们受苦啊！离婚算计我防摘孩子的时候，你们没想过情分，现在走投无路了，才想起卖惨求我，太晚了。你就真的狠心早已自己结清，好歹夫妻一场，还让孩子连着血脉。是你们亲手弄丢了真心待你们的人，如今的下场都是自作自受。你们如果再来骚扰我，信不信我报警？我转身走进酒店，任由他们哭喊谩骂，打发走林凯。没过2天，我爸妈和楚成又找上门来。闺女，爸妈知道错了，以前太偏心，忽略了你的感受，你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吧。闺女，爸那天说话太重了，这几天爸惦记你，都睡不着觉。姐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说话太冲，你别跟我一般见识，帮我一把，我以后好好孝顺爸妈，也好好敬重你。别再拿亲情绑架我，我不吃这一套。再继续骚扰我的生活，我会直接报警，走法律途径维权。我来到新的城市，买了房定居，资助的孩子们常来信汇报学业，字里行间满是感恩，500万理财稳稳躺着，利息足够我衣食无忧，不需要再看人脸色。林凯，明天排班表出来了，你只有半天班。半天就半天吧，有活干就行。阿姨，那都是昨天剩下的了，要便宜可以，别翻来翻去的。我知道，就这些了，多少钱？贝贝还等着我回去做饭。黄了，人家姑娘说了，咱们家的事儿都传开了，她丢不起这个人。
楚璇，开门吧，我没别的事儿。这孩子我管不了了，我房贷车贷都还不上了，工作也丢了，我妈身体不好，根本顾不上她。你不是过得挺好吗？你就不能管管你亲儿子？林凯，抚养权是你的，当初是你亲口说的，现在你把人往我这儿一扔，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他妈！林凯，你爸走了，你先进来吧。你吃饭了吗？到底是吃了还是没吃？吃了，但是不饿。那我先给你收拾房间，你先把书包放下，看会儿电视也行。这是我的房间吗？是你的，有点小，但窗户朝南，早上有阳光。我爸说你家很大，他说你有500万，住的是大别墅。他说你当初骗了他，把钱全藏起来了。他说你要是愿意，能给我买很多东西。他还说我应该跟你好好过，让你喜欢我。过来坐。贝贝，你爸说的那些话不全是真的。我和你爸分开，是因为我们在一起不开心了，不是因为你，也不是因为钱。那你为什么不带我走？那时候妈妈没有能力带你走，妈妈要处理很多事情，要重新开始。但妈妈从来没有想过不要你。可是你走了那么久，过年都没回来。我知道，对不起。奶奶说你有了钱就不管我了，她说你吃香的喝辣的，把我忘了。你觉得奶奶说的对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你现在看到了，妈妈住的地方有院子，有花，但妈妈每天自己做饭，去社区帮忙，过着很普通的生活，没有什么吃香的喝辣。我爸把我送来，你会不会也把我送走？不会，你是我儿子，你爸不要你，我要你。这是我从家里抽屉里找到的，那时候你还在。不会把你送走的。妈妈明天带你去买新衣服，你这身衣服旧了。我不需要新衣服。你需要，你要在这里住下来，得有自己的东西，不是凑合的别人剩下的，是你自己的。明天吃什么？我想吃豆浆油条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我们早点起来去街角那家早餐店，他们的油条炸得很脆，豆浆是现磨的，吃过好几次了。我一个人去的时候，总想着要是有人陪我一起吃就好了。那我陪你吃。今天早点休息，明天开始，这里就是你的家了。妈妈，我爸说你会不要我。我不会。你为什么这么肯定？因为我知道一个人被抛下是什么感觉，我不会让你也尝到这种滋味。现在去吗？等我换件衣服，你也去换，穿昨天那件就行。今天我们去买新的。哎呦，这是我儿子，从来没听你说过还有个儿子。来来来，小朋友坐这儿，奶奶给你盛豆浆，放糖不？放2勺。好嘞，小孩子就是要多吃甜的。终于肯吃早饭了，比奶奶买的还好吃。那是当然，我们这油条可是现炸的，你奶奶买的肯定是超市那种速冻的。奶奶每次都买好多冻在冰箱里，吃之前拿微波炉热一下，热完是软趴趴的，一点都不脆。微波炉热的油条怎么能吃？那东西只能现炸现吃，热过的就不是油条了。试衣间在那边，先去试一下大小。
这些要多少钱？你不用管多少钱，你需要新衣服，妈妈给你买。可是我爸说你买东西给我都是因为欠我的，他说你欠了我1年多，所以现在要补偿。你爸说的不对，妈妈给你买衣服不是因为欠你什么，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，你需要穿暖穿好，这很正常。那什么才算欠？欠是答应了你的事儿没做到。妈妈离开的时候不是因为你犯了错，妈妈没有答应过你的事儿就不算欠。那你走的时候有没有答应过我什么？没有，所以不算欠。那你现在答应了吗？你说这里是我的家。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又要离开，那才算欠。那你会让我走吗？不会，你妈没那么大方。去试吧，试完了我们还要去买书包。你那个旧书包的拉链都快坏了。那个变形金刚的腿，你能不能帮我修一下？好，你快点试吧。那只变形金刚的断腿处已经磨得发白了。明天早上还去那家早餐店吗？你想去的话就去。我想去，但是明天我想试一下不放糖的豆浆。为什么？今天放了糖很甜，那个奶奶偷偷给我多加了1勺，回来的路上我觉得有点腻。她说不放糖的豆浆更香，你喝过不放糖的吗？喝过，有豆子本来的香味。那我明天试试不放糖的。这个孩子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慢慢卸下防备，把这里当成家。我要这个，你现在就给我买，我奶奶以前都给我买的，你必须买，不然我就不吃饭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你买不买？不买。这不是在跟我对抗，而是被错误方式养大的孩子在用自己的方式试探边界。贝贝，我可以进来吗？饿着肚子很难受的。妈妈小时候也绝食过，想让你外公给我买一个新书包，结果饿到下午，头晕眼花，差点从楼梯上摔下来。然后呢？你外公给你买了吗？没有，你外公从来不给我买新东西。那次是我妈偷偷塞给我2个馒头，让我别闹了，说你爸会生气的。我就拿着那2个馒头站在你外公家门口，一直站到天黑。那你哭了吗？哭了，很委屈，觉得他们都不爱我。后来我长大了，自己能赚钱了，给自己买了新书包，比当年想要的那个漂亮多了。可是我现在不能赚钱，我想要乐高，我只能让你给我买。你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赚到乐高。什么方式啊？在这个家里，每做一件事都有积分，扫地10分，洗碗10分，帮妈妈晾衣服10分，去养老院帮忙20分。积分攒够了，可以换你想要的东西。那我要攒多少分才能换乐高？5000块的乐高按1分1块钱算，要5000分。也太多了吧？但妈妈给你打个折，3000分就够了。那你除了扫地洗碗，还可以做别的，比如帮邻居奶奶拿快递，去社区图书馆整理书架，还有你上次说的折纸后，一只纸鹤10分，折10只就100分。那我还是折纸后吧，什么时候开始？妈妈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贪心，刚来就要这么贵的东西？妈妈小时候也想要好东西。每个人都有想要的东西。不会，想要乐高不是错，闹脾气也不是错，只要你不伤害自己和别人。我想从今天就开始攒积分，我可以先去把你书房的地扫了。书架有点乱，需要整理一下。那也交给我，我可以一边扫一边整。纸鹤等晚上回来再折。今天去养老院吗？每周末去，今天是周末。那我去换衣服。上次那个老爷爷说要跟我下象棋，我还没学会怎么走马，你等下教教我。窗外雨已经停了，一切都在改变。其实这只是贝贝来到这个家的第4天。
官兵，不对，重来。落子怎么能毁呢？你都已经放下来了，怎么能拿回去？可是我没看清楚。那下次看清楚再放。人生可没有悔棋这条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贝贝。贝贝，你今年几岁了？8岁。8岁已经可以学规矩了。爷爷教你一条好不好？下棋的时候，手放上去之前可以多想一会儿，但一旦拿起来，就得放下去。我这次没有悔棋。我看到了，这一手走得很好，你长进了。我用2个车把他的将逼到角落里，他走哪儿都是死。周爷爷哈哈大笑，说这个小徒弟可以出师了，但他怎么有来过？无处可逃。妈妈说他小时候也绝食过，他说想要一个新书包，外公不给他买。后来呢，他自己长大了自己买的。我现在折了60多只了，还差2000多分，不对，是3000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慢慢折。妈妈，月球上的环霍山都有名字。你从哪里知道的？社区图书馆有本天文科普，昨天下午你帮那个阿姨整理书架的时候，我在角落里看的，上面还说最大的那个环形山叫贝利环形山。贝利，那和你的名字有点像。不像，我是贝贝，人家是贝利。等老爷爷房间的窗户上挂满纸鹤，他就可以躺在床上看月亮了。他说他是船员，以前在海上看过月亮。他说海上的月亮像一颗发光的珍珠。我今天要折到100只，1只10分，11只100分，3000分需要300只。在写什么呢？这么认真？我在算要折多少只纸鹤，1只10分，10只100分，3分需要300只。不过我发现我算错了，我每天折不了那么多，因为还有扫地、洗碗、整理书架。这是新家的备注栏，帮李奶奶拎了2个袋子，很重，但她说谢谢我。写得真好。她住我们隔壁那栋楼，今天在楼下看她拎了好多东西，我就帮她拿了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顺手。这只蓝色的真好看。帮我挂在电视机旁边吧，我每天看电视的时候，余光就能瞅见它，心情准好。好，挂在这里，您看电视正好能看到。你喜欢蓝色吗？我的眼睛不好，电视看不太清楚，但我每天都要出病房门溜达一圈。你把纸鹤挂在门框上，我每次出门碰一下脑袋，就知道小贝贝又来看我了。好的，我给您挂在这儿。现在不会撞到了，你要出门的时候抬手摸一下就行。你小子还挺细心，这都注意到了。我观察过了，你每次出病房都撞，虽然你不说疼，但你撞完之后会皱眉头。老了，骨头脆，撞一下确实疼。那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早说我早就挪了。你说过你是船员，船员看到海鸥会追着看。我折的纸鹤虽然没有嘴，但挂在门框上，你出门摸一下，就跟看到海鸥一样。帮老人调整纸鹤位置，细心观察同伴的需求，额外加10星。10星是什么？就是10个额外积分，专门给做了好事但不太想让人发现的人。我也不是不想让人发现。周爷爷说，如果我去看他，他可以教我怎么用6分仪。6分仪是什么？航海用的，可以靠星星认路。他说那时候他们出海要是迷路了，就抬头看清星星。妈妈，你小时候迷过路吗？迷过，有一次在商场里跟你外公走散了，站在那里哭，后来是保安叔叔送我回去的。那你哭了多久？大概哭了20分钟吧。我今天想了一下，如果我折的纸鹤够多，等它们全部挂满窗户之后，爷爷就能躺在床上就能看到纸鹤了。他是船员，看到纸鹤就像看到海鸥，海鸥出现的时候，船就快到岸了。又带新纸鹤来了。
这只最大，它叫千纸鹤，但其实我只折了500多只。500多只也够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叫千纸鹤吗？因为折1000只就能许愿，图书馆的那本书上写的。不太信，但是也无所谓，反正折都折了，万一有用呢？如果真的能许愿，你想许什么？我想再出海一次。年轻时看海是为了讨生活，现在想回去了，却走不动了。等你腿好了就能走了。怕是走不了了。你能走了，我陪你去海边，不过我不会用6分仪，你得教我。咱们今天要特别感谢贝贝小朋友，给咱们每个房间都挂上了纸鹤，让整个养老院都亮堂起来了。小纸鹤，这娃手巧。小贝贝，我家窗户上还能再挂2只不？优秀志愿者就是说他做的事情对别人有用，然后他们会记下来告诉其他人。那我现在算不算一个有用的人了？是这个意思，你一直是。以前不是，以前在我爸家，他们只问我考了多少分，多了纸鹤，多了一个积分本，还多了好几个会说谢谢我的朋友。妈妈，院子里能不能种一棵树？你想种什么树？桂花树，不用太大，就种在园墙那边。下午阳光从西边斜照过来，正好遮住半个花坛。等秋天开花的时候，养老院的每个老人窗户上都能闻到。好啊。学校里怎么样？还行。牛奶放在门口了，趁热喝。知道了。贝贝妈妈，请坐。我先说结论，贝贝是个很聪明的孩子，课堂提问他都能答对，作业也完成得很好。但有一件事让我有点在意。您说，这孩子在跟同学相处时总是小心翼翼的，别的孩子下课会凑在一起玩，他就坐在座位上折纸，有人过去问他折的是什么，他会认真解释，但如果对方不主动开口，他就不会加入任何话题。我问他为什么一个人待着，他说怕说错话会被讨厌。他说在以前学校的时候，那同学们知道他父母离，就觉得他很可怜。我想这些话可能在他心里扎了根。方老师，其实这孩子之前他跟着他父亲和奶奶生活了1年多，他奶奶的教育方式是只要孩子闹就给他买东西，但他从来没有自暴自弃。他每天早上自己叠被子，帮我洗碗，帮邻居奶奶拎菜。今天跟您说这些不是炫耀，我只是想让您知道这孩子身上有很多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优点，他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。下周我们班有一个主题班会，题目是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，我想邀请贝贝来做主题分享，就让他讲纸鹤的故事，讲养老院的那些爷爷奶奶。您觉得他会愿意吗？我怕他会紧张。紧张没关系，第一次站在台上谁都会紧张，但他需要这一次经验，让他知道同学们对他不止好奇，还可以很好奇他有什么值得分享的东西。好，我去学校见了方老师，他跟我说了一件事儿，下周你们班有个主题班会，题目是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儿。方老师想请你上去讲一讲折纸后的事情。要站到讲台上去吗？我不想去，站在上面大家都在看我，他们会觉得我很奇怪，只有女生才折纸鹤。以前学校有个同学说的，他说折纸鹤是女生玩的，男生应该打球。你觉得他说的对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养老院的老爷爷说纸鹤像海鸥，海鸥又不分男女。贝贝，方老师今天跟我夸了你，他说你很专注很细心，说他看你折的纸鹤觉得非常漂亮，是他主动邀请你的，不是要出题考你，是觉得你有值得分享的东西。真的，他说你是个很有创造力的孩子。方老师真的那么说？什么是创造力？就是能用自己的双手做出别人做不出来的东西。比如你折的纸鹤，每一只都不太一样，你会给它们画眼睛画翅膀，还会把翅膀折成不同的形状。这种能力不是每个人身上都有的。那我可以讲周爷爷吗？还有那个把纸鹤挂在门框上的爷爷。当然可以，你可以讲所有的故事，可以讲你是怎么从1只折到500只，也可以讲那些老人收到纸鹤时高兴的样子。该睡了，明天还要上学。知道了。
我今天要讲的不是怎么考100分，我要讲的是一只纸鹤的故事。我刚来到妈妈家的时候，很想要一艘乐高飞船。妈妈说5000块的乐高不能白给，要我用积分换。我不想做家务，也不想做这些事。后来我妈带我去养老院，那里有个周爷爷，他说纸鹤像海鸥，他是船员，在海上看到海鸥的时候，就知道船快靠岸了。这只叫千纸鹤，但其实我只折了500多只。周爷爷说，他看到这些纸鹤，就想起自己年轻时出海的日子。我喜欢折纸鹤，不是因为能换积分，是因为折纸鹤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在帮别人。希望他能带着我的祝福飞到想去的地方。贝贝，你折得好漂亮，等下课了能教我吗？我也想折一只送给我外婆。我讲完之后，老师让同学们投票，最喜欢谁做的分享。我得了最高票。下课之后，好多同学围过来问我能不能一人送一只纸鹤。我说我可以先教你们怎么折，等你们学会了，自己想折多少就能折多少。有个短头发女生叫林婉，我教了2次，她还是折不好，但她折的第3只终于有点像样了，说要带回家给她外婆。妈妈，我以后每个周末都想去养老院教爷爷们折纸鹤，因为周爷爷说他自己也想折，可是他的手指硬了，折不好，我能不能帮帮他？那需要先从正方形纸对齐。对齐我会教，我今天试了一下，只要教他拿笔在纸上画一道很淡的线，他对折的时候就能对准了。他眼睛不好，但是手还很稳。妈妈，你睡了吗？没有，进来吧。又不吹头发，着凉了怎么办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今天林婉问我，你爸爸呢？我说我只有妈妈，她没再问了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你只有妈妈这件事？以前我觉得丢人，幼儿园的时候，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接送，只有我是奶奶。我问过奶奶，我爸呢？她说在忙。我妈呢？她说走了。那时候我不太懂走了是什么意思。后来你爸把你送到我这里来，你恨他吗？我不知道，他有时候对我挺好的，给我买玩具，带我去吃肯德基。但是他不高兴的时候就会骂我，说我是拖油瓶，说要不是因为我，他早就再找一个了。他还说过什么？他说你是个骗子，骗了他的钱，骗了他的房子。他说女人都是这样的，让我长大了不要相信任何女人。可是我觉得他说的不对。你对我很好，林婉也对我很好，养老院的奶奶们也对我很好。那你现在还觉得丢人吗？只有妈妈这件事儿？不丢人了。方老师说每个家庭都不一样，有的家庭只有爸爸，有的只有妈妈，有的是爷爷奶奶带。他说重要的是家里的人对你好不好，不是有几个人。妈妈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和我爸结婚的时候爱他吗？爱过。那时候他对我很好，会在下雨天给我送伞，会记得我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。我以为他会一直那样，但是人都是会变的，或者不是变了，是有些人本来就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样子。你会变吗？你会有一天也不爱我了吗？不会，你是我的儿子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爱你。这不是承诺，是事实。妈妈，我能不能在你这里睡？就今晚。可以。妈妈，我想跟你学做饭，以后你加班回来晚了，我可以给你热饭，就像你每天晚上给我热牛奶一样。好，周末开始教你，先学怎么煮粥，那个不容易烫手。我找到工作了，在一家建材市场当搬运工，1个月4000块，没有5险1金，房贷还不上，房子要被银行收走了。我妈上个月住院了，心脏有问题，手术费要8万。林凯，你说3分钟，现在已经2分钟了。我知道我没资格求你，但是贝贝是你儿子，你不能让他看着他爸睡大街吧？你能不能借我10万块？我保证还，我给你打欠条。楚璇，求你了，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帮帮我。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我来说。林凯，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一定要离婚吗？不是因为你不给我治病，不是因为你逼我回去上班，甚至不是因为你对贝贝说了那些话，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把我当人看过。在你眼里，我是你可以随时利用、随时抛弃的东西。我辞职了，你不关心我被骚扰，你关心的是房贷没人还。我生病了，你不关心我还能活多久，连你唯一的儿子你都可以像扔包袱一样扔给我。林凯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当初我带着一个箱子走出那个家的时候，我也是走投无路的。可是你现在有钱了。我有钱是我的事，
林凯，我最后跟你说一次，别再来找我，别打电话，别发消息，更别出现在我住的地方。如果你再骚扰我，我就报警。给自己留点体面，别逼我做得更绝。你那个会计情人，她老公到现在还不知道你们的事吧？我不说，不代表我不知道。好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工作上的事情。今天在学校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方老师让我当数学课代表了。妈妈，你骗人！你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嘴角都是往下的，你现在就是往下的。贝贝，你恨你爸吗？不恨，但是我也不想他了。方老师说过，有些人离开了，不是因为你不重要，是因为他们自己不会爱别人。我觉得我爸就是这样的人。不是你的错，这只叫守护鹤，我折了很久，翅膀折了3次才对称，送给你的。贝贝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你是我妈。